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本牙大叔奥菲斯，好久不见。一直以来，大叔一直是为大家讲解一些关于绘画方面的知识。从这一期开始呢，大叔准备开设一个新的品类。之前的绘画系列会继续保留，在这个全新的系列里，为大家更加全面的介绍欧洲的艺术品。一方面呢，是我个人有这个爱好，也会做一些收集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总是有朋友会问我一些关于收藏艺术品方面的东西。欧洲的艺术品类非常繁多，除了绘画和雕塑外，从古代的家具到陶瓷器，到银器，到玻璃器皿，以及到近现代的所谓中古的设计师家具作品，以及现在很火的 NFT 数字收藏品，大叔都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一一的为大家介绍，并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。这期的视频呢，大叔想从一个我较为了解的品类欧洲的瓷器进行开篇。欧洲的瓷器发展史呢，远远没有中国长。欧洲最早的瓷器品牌德国梅森最早就是仿制中国的烧制手法和样式，而这是1708年的事情。梅森1710年才正式建厂，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东汉年间已经出现了。而享誉世界的青花瓷，早在梅森建厂前400年，也就是中国的元代，已经风靡全球了。但即使如此，欧洲的瓷器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自己的特色。至今虽然只有短短300余年的历史，欧洲各国的不同品牌在诞生之后，也同样产生了自己的特点。关于欧洲的瓷器发展史，以后会在其他的篇幅里做一些介绍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西班牙的本土品牌瓷器。西班牙的瓷器发展历史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，因为欧洲一些强势品牌的存在，所以西班牙瓷器品牌的存在感相对比较弱。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近代的品牌，它逆势而上，获得了众多艺术机构的认可，甚至成为了很多博物馆的永久藏品。它的名字叫雅德洛，中文翻译叫雅致瓷。雅致瓷诞生于1953年，来自瓦伦西亚的雅德洛家族的3位兄弟，在瓦伦西亚工艺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，便在自家的后院自制了一个小窑厂来导入瓷器。这段经历是不是和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有些相似呢？他们最初只是仿制一些18世纪的瓷器造型，后来因为小窑的温度无法满足瓷器的质量要求，他们便和亲朋好友开始众筹，建造了更大的窑厂。仅仅10年后，雅德洛便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，60年代进入了美国市场，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。雅致瓷的品类很多，我们常见的是瓷偶，其实也有灯具和餐具，通常是完成设计后做圆形的雕刻，再根据雕刻品制作模具，模具的多少取决于瓷器的大小。有一些比较大型的作品可能需要几十或者上百个模具，模具完成后再使用液态陶粘合在一起，然后进行手工上色。在50年代的作品，模仿的痕迹比较重，因为受到德国梅森与法国塞夫勒等瓷器的影响，很多的作品都是呈现出洛可可的风格。比如这一尊1957年的女性瓷偶，高高竖起的发型，荷叶绣的上衣，以及宽大而充满了褶皱的衣裙，都充满了洛可可的元素。60年代以后的雅致瓷改进了烧制方式，将传统的3次烧制简化成1次烧制，这种方式也让作品的釉面更加晶莹剔透，因为减少了多次烧制所产生的损耗。70年代后的作品创作开始变得复杂起来，设计师已经不再满足于早期单一的造型，而是尝试更加复杂的组合型瓷器，造型也更具有表现力。比如这2匹跃起的骏马，将马匹的动作完全定格在一个动态的瞬间，极具冲突性。80年代以后的瓷器造型更加多样化，色泽也更加丰富和细腻，尤其是对细节的刻画，完全不输给欧洲的老牌名瓷。这种生动而活泼的艺术风格，能够让你非常轻易地感受到被刻画瓷偶的人物情感。除了瓷偶，他家的瓷灯也是非常值得收藏的。淡雅而简约的风格，或是复杂而明艳的风格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产品。雅德洛虽然出生于西班牙，但是和这个国家热情奔放的性格有些许差异，整个作品中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。刚刚说了这个品牌的风格演变，那么重要的一点来了，我们如何去分辨
瓷器的真伪和年代呢？雅德洛算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品牌，因为极具特色的风格和造型，所以仿制品不多，比较容易辨认出来。而本身的价格和欧洲的顶级名次相比，也经济很多，从上百到上千欧元都有，看似不便宜，但比起塞弗勒和梅森，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分辨它的年代。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，品牌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标识，有这个1958年的底款和之后的正式底款就有很大的不同。第一个官方底款是60到63年使用的，然后是一个 Made in Spain 的标志。63年之前的作品的品牌名字下方都会有 España， 之后一直到1970年所用的底款去掉了 España， 只有 Made in Spain。从1971年开始，雅致瓷开始正式使用蓝色的底款，前面几年品牌名都是雅德洛，最后一个字母也缺少重音，期间也出现一些 O 带重音的商标，但是我基本没有看过。1977年以后的底款加上了公司名字的缩写 DISA， 有一些会在公司名缩写旁有个日期，不过这个不是瓷器的生产日期，而是产品的设计日期。这个标识一直用到了1990年。从90年代开始，风铃草的标识开始产生简化，字体也产生了变化，而且底部增加了4位数的独立编码。雅致瓷在1985年成立了收藏家协会，并发布一些会员的专属瓷偶，通常价格不菲。一开始收藏家协会的专属标识和官方标识是分开的，90年代以后呢，又合并在一块了。雅致瓷的非限量款单瓷一般价格不会太高，价格比较贵的通常是限量版的大型组瓷，因为造型复杂而且数量比较稀少，所以这一类组瓷的价格通常会在1到5万欧元之间不等。这类组瓷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，现在的价格已经比当时的价格翻了不少倍了。目前已知最高的拍卖是10万美元，不过对于我个人而言，我比较喜欢雅致瓷70年代以后的风格，因为显得更加细腻。好了，关于雅致瓷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下次再见。